2026年7月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礼宾摩托车开道，红毯从台阶铺到门口，万人礼堂，主席台上方一行金色大字。1921年到2026年，办这场庆典的党，今天有1亿多党员，全世界200个国家，人口超过这个数的不到20个。而他刚成立的那天，全部党员才50多个人。成立大会开到一半被密探盯上，代表们逃出上海，躲到嘉兴、南湖一条租来的游船上，才把会开完。你没听错，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部家当就一条租来的船。从这条船到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28年50多个人变成统治中国的唯一执政党。而在这28年里，共产党差点死掉3回，每死一次他反而更强一次，也更狠一次。凭什么？我们先从中共出生的时代背景说起。1921年的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开始，清朝统治进入崩溃阶段。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表宣统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宣统帝退位，清朝正式完蛋了。但问题是，清朝完蛋之后，并没有一个真正有能力接住这个国家的新政权。名义上，中国已经进入中华民国时代，但现实中，这个民国没有一个真正能管住全国的中央政府。当时北京的北洋政府，名义上代表中华民国，设有总统、总理、内阁，也能对外代表中国，但在国内，他管不动很多地方。尤其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队没有了能压住各派的人，下面的军头开始各抢各的地盘，中国正式进入军阀割据时代。北京政府3天2头换人，内阁说倒就倒，政令很难真正传到地方，地方上是大大小小的军阀，各占一块地盘，各养一支军队，各收一方税款。表面上大家都挂着中华民国的牌子，实际上各过各的日子。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国家表面上叫民国，实际上已经变成一张被军队撕碎的地图。老百姓的日子就是在军阀混战的夹缝里过。读书人急了，国家烂成这样，总得找个办法。有人说学英美，搞议会；有人说教育救国；有人说实业救国。药方开了一堆，一个都不见效。但真正让这代年轻人彻底破防的，不只是国内乱，而是1919年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之后传回来的那个结果。中国为什么也去了？因为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名义上是战胜国。一战爆发后，中国一开始没有直接参战，但后来北洋政府选择站在英法美这一边，也就是协约国一边。1917年，中国正式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虽然中国没有派大规模军队去欧洲打仗，但派出了大量华工到欧洲战场后方修铁路、挖战壕、搬运物资、清理战场，用另一种方式支援了协约国。所以战争结束后，中国也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提出一个很基本的要求，德国过去在山东的权益应该归还中国。结果呢，列强没有把山东还给中国，反而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一个战胜国的领土权益被另一个战胜国拿走了。消息传回中国，学生彻底愤怒了。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走上街头，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最后火烧赵家楼。这就是五四运动。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北边出了一个新东西。1917年，俄国先发生2月革命，沙皇被推翻，接着又发生10月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严格说，历史上更早有巴黎公社这样的短暂尝试，但真正把共产主义从一种革命口号变成一个长期存在的国家政权，是列宁领导下的苏俄。这件事对当时的中国读书人刺激很大，因为他们刚刚看见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却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新国家。他们又看见中国作为一战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结果连山东权益都保不住。议会、宪法、外交、共和，这些从西方学来的办法好像都救不了中国。而俄国不一样，它原来也是一个落后的大帝国，也有皇帝，也有战争，也有贫穷和混乱。可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居然用一场革命把旧政权推翻了，还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权。
于是，一部分中国读书人眼睛亮了，原来不是只有西方议会民主这一条路，原来一个落后国家也可以靠革命重新组织起来。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这套东西就这样开始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注意到这里为止，都还是思想层面的事，一群人被一个主义吸引。如果故事只到这里，那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跟教科书讲的一样，先进知识分子的自发选择。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教科书讲的就很快了。1920年4月，一个俄国人到了中国，他叫维金斯基，共产国际派来的。共产国际是什么？大白话讲，列宁在莫斯科开了一个总部，任务是往全世界输出革命，在各个国家扶植共产党。总部出钱、出人、出方法，各国党是他的分支机构。维金斯基揣着经费，先到北京见了李大钊，再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见了陈独秀，谈的就是一件事，建党。这不是我瞎说，这是中共自己的党史网站白纸黑字写的。建党大业由共产国际提供经济资助，钱到位，组织就动起来了。各地陆续冒出共产主义小组。1年多后，正式建党的日子到了。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就是开头说的那栋民宅，全国各地来了13个代表。这个人数和名单，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官方展陈里挂着。13个人是干什么的？教员、学生、报馆编辑，平均年龄28岁。长沙来的那位代表就是毛泽东，那年他整28岁，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派来的。他们背后是全国的党员，总共50多个人。会场里还坐着2个外国人，其中一个就是马林，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专程从欧洲赶来，麻烦也是他带来的。研究中共建党史最权威的著作之一，日本学者石川真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注意，这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自己翻译出版的，里面根据日本和荷兰的档案考证，马林在欧洲就被警方挂了号，从维也纳一路被监视到上海。日本警视厅6月底就掌握了情报，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也就是说，会还没开，几国的警察系统已经在等着了。7月30日晚上，会开到一半，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人推门进来，扫了一圈，说走错门了，转身就走。马林见的世面多，当场拍板，这是密探，散会，马上走。众人前脚撤离，10几分钟后，巡捕房的警车就到，10几个人包围搜查，扑了个空。那个穿长衫的人是谁？这个谜到1990年才解开。作家叶永烈采访了当年巡捕房的督察长薛根生，考证出此人叫陈子清，法租界巡捕房的华人探长，青帮中人，上海滩大佬黄金荣的结拜兄弟。这个结论现在中共一大纪念馆自己的研究文章都采纳了。他那晚怎么找到这里的？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顺着被盯梢的马林一路跟来，另一种说法是他去隔壁传达开会备案的新规，走错了门。学界没有定论，但2种说法通向同一个事实，这个党的第1次代表大会差点毁在自己请来的外国代表身上。几天后，代表们躲到浙江嘉兴南湖，租了条游船把会开完。对外的说法，游湖的客人顺便交代这13个人的下场，这在党史材料里查得到每一个人的去向。13人里，后来叛党的、脱党的、被开除的超过半数，其中陈公博、周佛海2人抗战时当了汉奸，真正走到1949年站上天安门城楼的只有2个人，毛泽东、董必武。最后补一笔账，开头没讲的，这13个代表每人100块大洋的路费，出自马林随身带来的共产国际经费，这不是猜测。与会代表包惠僧晚年的回忆录里写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这一场建党大会本身就是花莫斯科的钱开起来的，连暴露都是因为莫斯科派来的人。钱给到什么程度，看一份原始文件。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此时他已经是党的最高负责人，给共产国际写了一份财务报告。这份报告人民网的党史频道自己刊登过，历史学家杨奎松的论文里也逐笔核过账。原文是这样的：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携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翻译成大白话，这9个月党中央一共花了17600，其中16600是莫斯科打过来的，自己筹的钱1000块。算一下比例，每花10块钱，9块4来自莫斯科。连1921年7月那场开到一半跑路的一大代表们的路费
每人100块大洋，也是共产国际代表马宁带来的经费里出的。所以你看，热血是自己的，账单是别人付的。但如果你以为莫斯科给的只是钱，那就把它想小了。钱是次要的，莫斯科给的真正值钱的东西是一套方法。当时中国的政治团体基本都是一个模式，几个名人牵头，办报纸、发宣言、开大会，像个俱乐部，风头过去散伙。列宁给的是另一个物种，这个党不是俱乐部，是一台机器，有总部，有支部，层层服从，下级绝对听上级的。党员不是会员，是零件，组织让你去哪就去哪。核心成员不许有正经工作，专职干革命，组织发工资，这个工种叫职业革命家，还配了一整套地下操作手册，怎么发展人，怎么保密，怎么渗透进别的组织。1922年7月，二大这层关系正式写进文件，中国共产党加入第3国际决议案。原文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支部什么意思？这个词不用我翻译，你天天见。你们公司楼下的银行网点就是总行的支部，网点归总行管，人事总行派，任务总行下。一个独立政党，白纸黑字，自认是别人的网点。这个党的出生证上，理想那一栏填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字，但出资人、方法、提供方、上级单位填的都是莫斯科。拿了总部的钱，就得接总部的活。很快，第一单大活下来了。莫斯科说：“你们人太少，先别单干，去钻进国民党身体里。”这单活让他2年膨胀60倍，也差点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这单活听起来匪夷所思，让共产党员保留党籍，同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个党的党员集体办另一个党的党政，为什么两边都同意干这么拧巴的事？因为这不是结盟，是互相借壳。国民党这边，孙中山革命20年，屡战屡败，要枪没枪，要钱没钱，西方国家没人搭理他，只有苏联伸手，给钱给武器，帮你办军校。黄埔军校就是这么来的。但苏联的条件里有一条，就是接纳共产党员加入。共产党这边，莫斯科的算盘更直接，你们几百人的小党，单干猴年马月钻进国民党身体里，借他的招牌、他的地盘、他的合法性，发展自己的实力。合作干什么？干一件大事，北伐。从广东出兵，一路往北打，消灭沿路的军阀，统一全国。苏联出钱出枪，国民党出兵，共产党出人，做宣传组织，各怀鬼胎，一拍即合，效果好到吓人。共产党员进了国民党之后，专挑要害岗位，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农民部门，军队里的党代表。国民党负责在前台打仗，共产党负责在后台发展组织。1925年初，共产党员994人，1927年春57967人，2年60倍。肉眼可见，再这么发展下去，是谁借谁的壳就说不清了。国民党内部不瞎，从1925年起，反对的声音一波接一波。这些人到底是我们的党员，还是住在我们家里的另一家人？而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把这个问题看得最透。1927年春天，北伐军打下上海、南京，中国最富的地盘到手了。对蒋介石来说，共产党这个盟友的历史使命到此为止。1927年4月12日凌晨，上海最大的黑帮青帮出动了一批武装流氓，换上工人衣服，从租界冲出来，袭击工人纠察队。纠察队就是工人自己组织的武装护卫队，它不是普通的工人保安队，而是上海工人运动中的武装力量，背后和中共有密切关系。此前上海工人第3次武装起义，就是靠这些工人纠察队配合北伐军，先把上海打了下来。所以蒋介石要清党，第一刀就砍向他们。军队假装调解，顺手收走纠察队的枪。第二天，10万工人上街抗议，队伍走到宝山路，埋伏的军队突然开枪，当场打死100多人。这就是412事件。随后，江苏、浙江、广东、广西，一个省一个省的清党。清党字面意思是清理党类，实际操作是抓捕、杀头。4月28日，北京，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和19名同志一起被送上绞刑架。7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也翻脸了，他那边的口号原话记在中共自己的党史网站上，宁可网杀3000，不可使一人漏网。翻译一下，杀错不要紧，漏掉才要命。按中共6大的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
被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共31万人。注意，这31万里大部分是没有党证的普通人，工人、农民、同情者，有党证的2万6千人。那么党员名册呢？从近6万跌到1万出头，你可能要算了，6万杀了2万6，不是还该剩3万4吗？剩下那2万多人去哪了？没死，有些跑了，有些投靠国民党了，有些登报声明退党了。报纸上天天能看到这种启事：本人误入共党，现声明脱离，树倒猢狲散。这是这个党第一次看清和平时期发展的党员是靠不住的，这个教训他记了一辈子，后面会反复用到。那活下来的人怎么办？答案分2半，明面上一半，既然城市待不下去，那就换战场。1927年8月1日，南昌共产党第一次用自己的名义打响了枪，南昌起义。接着秋收起义，毛泽东带着残部上了井冈山。讲到这里，一个问题必须回答：躲进山里，蒋介石为什么不追进去一锅端？因为1927年的中国没有那口锅，别被南京国民政府这个名字骗了。他的政令实际出不了华东几个省，放眼全国还是军阀各管一块。山西是阎锡山的，广西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湖南、广东、四川各有各的主人。井冈山在哪？湘赣边界2省交界的三不管地带。江西的部队追过去，湖南的地盘不让进，调军阀的部队去剿，人家出工不出力，凭什么替你蒋介石消耗自己的本钱？所以中共能在农村活下来，不光因为他命硬变得快，还因为当时的中国是军阀割据，缝隙多的地方才养得活钻缝隙的组织。而第一个把这个道理想透的人是毛泽东。当时党内掌权的留苏派就是去苏联留学回来的那批人，抱着俄国教科书找工人阶级。可俄国革命靠的城市工人，在中国只占人口的几%。毛泽东看懂的是另一笔账，这个国家90%人口是农民，国家权力又下不了乡，那么农村就不是打了败仗才去躲的退路，农村本身就是战场，兵源在那里，粮食在那里，权力真空也在那里。从井冈山这天起，这个党的逻辑变了，以前是发传单搞罢工的党，从现在起是一支农村养着的军队养着的党。暗地里一半，莫斯科的输血管子非但没断，反而加粗了。1928年，这个党连全国代表大会都没法在中国开，6大是在莫斯科郊外开的。一个中国政党去外国首都开自己的党代会，路费、会费全由东道主报销。光1928年下半年，莫斯科拨给他的经费就是34万卢布，这个数字是杨奎松从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里核出来的。城市里剩下的地下组织则活成了另一副样子。上海滩上养起了一支专业队伍，中央特科搞情报除叛徒。这支队伍的创建人和总负责人，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周恩来，对，就是后来当了26年总理的那位。此时的他是这个党地下系统的大管家。1931年，中央特科最高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供出大批机关。特科的回应是把他留在上海的家属连锅端。几个月后，租界巡捕按线索在几处民宅院子里挖出几十具尸体，只留了2个孩子没杀。上海报纸连登1个多月，全城轰动。顾顺章在《申报》上登悬赏启事，点名要抓的凶手叫周恩来，背叛者株连全家。1931年，规矩就立在这了。现在盘点一下这个党的处境：城市丢了，躲进山里，蒋介石在外面围剿，一次比一次兵多。你以为接下来杀他人最多的是蒋介石？不是，从1930年开始的3年里，杀这个党的人最多的是他自己。记住，是他自己。1930年，江西苏区，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还没打过来，根据地内部先响起了枪声，目标是一个叫 AB 团的组织。AB 团是什么？这是国民党右派1926年在江西搞的一个反共小团体。AB 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头2个字母，布尔什维克当年就是共产党的代名词，所以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就是反共团。注意一个时间点，这个组织1927年初就被冲垮解散了，也就是说到1930年 AB 团这个东西实际上已经不存在3年了。但在1930年的江西苏区，在毛泽东和抓人的干部眼里，他无处不在。毛泽东当时的判断是赣西南的党组织里装满了 AB 团分子，于是开始抓。这种抓自己人里的反革命的操作有个专门的词叫肃反，肃清反革命的简称。记住这个词，后面它会反复出现。抓了怎么定罪？没有证据，只有口供。口供哪来的？
当年苏区自己的文件里写的明明白白，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各县发明的刑罚文件里统计有120多种，吊起来打、火烧、竹签插指甲，其他酷刑我不细说了。人受不住刑就乱咬，咬出一个抓一串，抓一串再咬出一片。凡是打 AB 团下手不够狠的，本身就有 AB 团嫌疑。按这个逻辑 ，AB 团永远抓不完，因为它根本不存在。但口供可以无限产生。1930年12月，被抓的红20军军官不服，带部队反了，扣押肃反人员，喊出反毛的口号。这就是富田事变，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兵变。事变怎么收场的？2年后，红20军全军被召去开会，以开会为名，包围、缴械，军官处决。这支正规编制的红军部队，副排长以上的军官活下来2个人，部队番号从此取消。当时有没有人觉得不对劲？有，邓小平。对，就是后来那位搞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当时他在广西带红七军，1931年在写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里就说了，原话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毛泽东自己怎么解释？他在1930年12月的答辩信里写 ：AB 团要是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翻译一下，我杀的都是该杀的，不杀我们就完了。根据中共内部自己的统计，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承认，数 AB 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这3顶帽子，官方结论是同一句话：混淆敌我，冤假错案。开国上将萧克晚年回忆的口径更直接，中央苏区肃反累计杀了10万红军。给这个数字找个参照物，前面我们算过，蒋介石清党杀掉的共产党员是2万6千人，也就是说，死在敌人屠刀下的党员2万6，死在自己人肃反里的，按官方那几组数字加起来接近10万。还有一个细节，能说明这件事在这个党心里是什么分量。1980年，当时的党总书记胡耀邦指示对富田事变重新调查，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当事人大多无罪，应该全面平反。这份报告后来怎么样了？1989年之后被搁置到今天。这段内幕你在官方媒体上是看不到的，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党史学者后来披露出来的，其中就包括写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那位南京大学教授高华。也就是说，一件90多年前的冤案，他到现在都不敢正式平反。为什么？你可以自己琢磨。最后必须说清一件事，堵住一个常见的误解，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发明，也不是江西一地的特产。同一时期，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在肃反，湘鄂西根据地夏曦在肃反，红三军的创始将领一批批被自己人处决，杀到部队军官断层，各个苏区各杀各的。所以准确的说法是，这是全党通用的操作系统，它的运行逻辑就3条：怀疑不需要证据，口供靠刑讯产生，下手不狠的人自己就是嫌疑人。记住这套系统的样子，它这次是 1.0 版本，粗糙、血腥、动静太大。12年后，在延安的窑洞里，它会升级成 2.0， 不用刑具，照样让你招供，杀人少得多，效果好得多。不过那是后话，先交代外面的战事。就在苏区内部杀得昏天黑地的这几年，蒋介石的大军一直在外面进攻，官方叫围剿，围起来剿灭。从1930年底到1933年初，连着来了4次，一次比一次人多，第4次已经堆到几十万。结果呢？4战4败。败的原因一半是红军熟悉山区，打得灵活，另一半前面说过，派来的多是各地军阀的杂牌部队，出工不出力，谁也不肯替蒋介石消耗自己的本钱。被围剿的这几年，红军从几千人打到10几万人，兵是从哪来的？答案分2步，你会觉得眼熟。第一步，给地。井冈山时期就立了土地法，没收地主的田，分给农民，口号就6个字：打土豪，分田地。注意，这比1946年那场著名的土改早了快20年。糖是同一颗糖， 1.0 版就在苏区。第二步，要人，分了地就该出人了。这个过程官方党史自己写得明明白白，人民网的党史频道有原文。1933年，中央提出要创造100万铁的红军，苏区的兵役制度由志愿兵役制向义务兵制过渡，参加红军成为每个苏区男性青壮年义不容辞的职责。翻译一下，一开始是动员你去，后来是你必须去。这场运动叫扩红，搞到什么程度？兴国县
总人口23万，前后参军8万多。官方到今天还把这当光荣数字宣传。你自己算，23万人里把老人、妇女、孩子都算上，每3个人1个当了兵。那不想去的人呢？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学者黄道炫写过一本《张力与县界》，大陆自己出版的学术专著，里面考证得很清楚。扩洪到后期，逃兵成了普遍现象，各地专门组织人手捉逃兵，捉回来押送归队。记住这套2步流程，给地然后要人。10几年后他还会原样重启一遍，规模放大100倍，边被围剿边杀自己人。这就是1930到1933年苏区的日常，4次都没死成，第5次来了。这一次不一样，蒋介石不再用杂牌，嫡系精锐进出50万大军，而且打法彻底换了。这次不是来打的，是来困死他的。困死他，这3个字是蒋介石前4次围剿失败换来的教训。前4次国军都是大部队开进山里找红军决战，结果每次都被熟悉地形的红军牵着鼻子走，个个击破。第5次蒋介石换了打法，不进山了，50万大军围着苏区修碉堡，修一段推进1里，再修一段再推进1里，碉堡连成线，线织成网，网慢慢收紧。红军最擅长的运动战，靠2条腿跑，敌人追不上，堵不住，在碉堡面前没了用武之地。苏区是个山区，粮食、盐、药全靠外面，网一收紧，里面先断的是盐。这一手就是奔着困死来的，不求决战，只求你弹尽粮绝。雪上加霜的是，此时红军的指挥权不在毛泽东手里，他在之前的党内斗争中已经靠边站，掌舵的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加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一个德国人李德。李德的打法是跟碉堡硬碰硬，寸土必争，结果就是红军的家底一仗一仗的填了进去。1934年10月，实在守不住了，中央红军8万6千人放弃根据地，突围西逃，官方叫战略转移。后来有个更响亮的名字，长征。出发1个多月后，湘江，蒋介石调了几10万大军在湘江边张网，要把红军就地全歼。红军苦战5昼夜，江氏渡过去了，代价官方党史的原话，由出发时的 8.6 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1个多月没了5万多人。掩护主力过江的一个师，整师打光。当地老百姓后来传一句话：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注意接下来发生的事，这是本段真正的重点。惨败之后，队伍里的情绪变了，从军团长到普通干部，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么打下去是谁的责任？答案指向掌舵的留学生和李德，而对照组是现成的。毛泽东指挥的前几次反围剿全赢了。1935年1月，贵州遵义政治局，也就是这个党最顶层的那10来个人开扩大会议，会议清算了军事路线，毛泽东进入核心决策层。官方党史的说法是，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把这件事翻译成大白话，湘江那5万条人命成了毛泽东重新上台的台阶，不是他造成了惨败，但惨败客观上替他清了场。对手的威信跟着那5万人一起沉进了湘江。灾难需要有人负责，负责的人下台，活下来的赢家收走全部筹码。后面的路教科书讲的很多，4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中途张国焘带着另一支主力闹分裂，差点火并。这些我们快进。1935年10月，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到达终点，清点人数7000人上下，各方口径略有差异，但都不足出发时的1成。10个人出发，走到终点的不到1个。这就是第2次兵死，走到终点的人这么少，而有几百万人连出发的资格都没有。红军突围走了，苏区那几百万人走不了，分了地的农民，送了儿子的父母，捉回来的逃兵全留在原地。国军和还乡团随后开进苏区，清算开始，分出去的田收回来，参过军的家庭挨个算账，杀了多少人。官方的纪念文章到今天还在引用，仅赣南闽西被杀害的苏区干部群众数以10万计。这些数字官方是用来控诉国民党残暴的，控诉的没错，杀人的确实是国民党。但同一组数字还回答着另一个问题，把几百万人绑上船的是谁？弃船先走的时候，谁被留在了船上？中共给地要人，然后偷偷跑了。这3步苏区的农民1934年就全部经历过一遍。再说回走到陕北的那7000人，他们落脚的地方是哪？黄土高原，地级民贫，
全中国最穷的角落之一，几千残兵缩在窑洞里。蒋介石在地图上看着这支残军，认为剿灭只是时间问题。平心而论，他的判断符合常识。当时地球上没有几个人会赌这支队伍还有未来。但1年之后，蒋介石自己被人用枪指着脑袋，被迫在停止剿共的协议上点了头。再往后，这支7000人的残军10年后会变成一支100万大军。救他命的不是自己人，是日本人。日本人怎么就成了他的救命恩人？这事得从西安说起。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的住处被枪声惊醒，翻墙逃进后山。天亮后，在一块石头后面被搜出来。搜他的不是共产党，是他自己的部下，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张学良为什么反？这得说回5年前。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这就是918事变。几十万东北军几乎没怎么放枪，一路撤进关内，东三省几个月内全部丢光。不抵抗的命令到底是谁下的？蒋介石还是张学良自己？历史学界吵到今天，但骂名结结实实落在了张学良头上。从那天起，几十万东北军官兵有家不能回。5年后，蒋介石给这支军队下了任务。什么任务？不是打回老家，是去陕北打红军。说白了就是日本人占着你的家，你别管，先替我杀共产党。东北军上上下下，从将军到伙夫，天天唱的是松花江上，想的是爹娘坟头。你让这些人去打内战，枪口怎么调得过去？逼到最后，张学良选择了绑架自己的总司令兵谏，用枪逼你改主意。这就是西安事变各方博弈的细节，我们跳过，只说结果。蒋介石活着回了南京，代价是接受停止剿共、联共抗日。请注意此刻的形势对比。1年前，陕北窑洞里那7000残军眼看就要被围死。这1年里，另外2支长征的红军部队也陆续赶到，陕北会了师，加上当地原有的红军，家底凑回了4-5万人。但处境没变，蒋介石的包围圈越缩越紧，还是等死。一场兵变，全变了。围剿取消，不但不用死，这4-5万人还就地转了正。红军这个番号取消，部队整体改编，挂上国民政府的军队编制，改编出来2支部队，你肯定听过他们的名字。主力46000人，改叫八路军，南方8省打游击。剩下的1万人收拢起来，改叫新四军。这一改，改的不只是名字，是身份。要知道，在此之前的10年里，匪就是这个党在政府文件里的正式称呼。通缉令上写共匪，报纸上写赤匪，连5次围剿官方公文里的说法都叫剿匪。匪是什么意思？不承认你是政治对手，你就是一伙山里的贼，见了就杀，杀了有赏。而现在同一批人，同一批枪，一夜之间挂上了政府军的编制，军装政府发，军饷政府拨，打仗算给国家立功，从贼到官，死刑犯没等来行刑，等来了编制。而这份编制真正值钱的地方，还不是国民政府发的粮饷，是民愤。想想看，昨天他还是被全国通缉的共匪，他发展一个党员叫密谋叛乱；今天他是抗日统一战线里的友军，他发展一个党员叫动员民众。同样一件事，换了个名分，从死罪变成了功劳。围剿可以再来，名分给出去就收不回了。半年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日军全面开战，8年抗战开始。这8年，两个党打的是完全不同的2场战争。国民党打的是国战，淞沪、太原、徐州、武汉，8年22场大会战，几乎全是国军在正面硬扛。代价是什么？官方战史口径，国军陆军伤亡300万人以上，阵亡的将军超过200名，首都南京丢了，丢城之后就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官方认定的遇难人数30万，最富的沿海全丢了，工厂学校拆了，机器往四川搬，一个本来就没现代化完成的国家机器，被日本按在地上打了8年。共产党打的是另一场战争，改编时谈好的任务是开赴敌后打游击。敌后是什么概念？就是日军占领区，日军占了城市和铁路线，但占不过来广大农村。这些农村原来是国民政府的地盘，现在成了权力真空。八路军和新四军进入真空，干的事情一套流程：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征粮、征兵，扩大队伍。日军来扫荡，就化整为零躲开；日军走了，再回来接着建。仗打不打？打平型关伏击，百团大战都是实打。
但和国民党那种几十万人填进去的会战比，规模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不在这里下任何判词，谁抗日多，谁抗日少，几十年吵不出结果，我只把两组官方数字放在一起，你自己看。国军8年，兵力从200万扩到400-500万，靠不停拉壮丁，把老百姓用绳子捆去当兵，补300多万伤亡的窟窿。共军8年，从5万6变成130万左右，根据地从陕北1块变成19块，覆盖人口接近1个亿。这几个数字不是我算的，是中共自己的口径。1945年中共7大前后，他自己就是这么向全世界公布的，一边是打胜的架子，一边是养出来的肌肉。这8年到底对谁更有利？数字自己会说话。顺带把丑话也说在明处，这8年里，两党的枪也没少对准彼此。1939年，国民党部队制造了平江惨案，袭杀新四军的后方人员。1940年，新四军在黄桥反手歼灭了上万国军，名义上的盟友，但私下会彼此捅刀子，各自都记着账。而这份账，在1941年1月彻底爆了。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奉命北移，途中在皖南被国民党7个师包围，血战7天，9000人里只突围出来2000，其余7000人死的死，服的服。军长叶挺下山去谈判，被当场扣押，这就是皖南事变。国共合作，名存实亡。蒋介石随即停发八路军的粮饷弹药，对陕甘宁边区，边区就是中共那块根据地的正式名称，经济封锁。现在替延安算一笔账，军饷断了。苏联那边呢？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斯大林自身难保，莫斯科的输血也基本断了。日军同期在华北反复扫荡，根据地缩水，边区政府自己的财政穷到什么程度？毛泽东自己的描述，这话就收在毛泽东选集里，几乎是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连纸都没有，意味着连报纸和文件都发不出去，外面进不来，里面出不去。这一次没有敌人攻城，饿就能饿死他。第3次兵死开始了，而他接下来的自救手段，一只手伸向了一种作物，一只手伸向了每个党员的脑子。这一段是整个28年里他最不希望你知道的部分。那种作物长在陕北和晋西北的山沟里，开花的时候漫山遍野，很好看，它叫罂粟，收割下来就是鸦片。我知道这2个字砸出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共产党的宣传里，鸦片是百年国耻的开端，是帝国主义毒害中国的罪证，他自己怎么会碰这个东西？所以这一段我不下结论，只做一件事，把3层证据一层一层摆给你看，你自己判断。第一层，中共元老自己的日记，谢觉哉，延安时期边区政府的高层，延安五老之一。他的日记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日记里反复出现一个词，特货。特货贸易的收入，特货的运输，特货换法币，法币就是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钞票。特货是什么？查一下民国经济史就知道，特货在20、30年代是全国通行的行话，鸦片商人管鸦片叫特货，鸦片税叫特税。第2层，外国人的现场记录。1942年，共产国际派了一个联络员进驻延安，苏联人弗拉基米洛夫，注意，这是自己阵营派来的人，不是敌方。他在延安住了3年多，写下的日记后来在莫斯科出版。日记里写了什么？我念给你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1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至少提供120万两的鸦片。他还记下了毛泽东的表态，大意是种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旗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第3层，学术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陈永发专注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把边区财政档案、日记、国民党情报交叉比对，结论写在书名里。他把鸦片经济称为毛泽东的秘密武器。3层证据之外，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边区财政负责人南汉城，记住这个人，后来中国人民银行的首任行长就是他。据记载，曾向毛泽东汇报说，眼下生财之道只剩一条我们不愿意走的陈仓小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当面装着走大路，背地里偷偷走小路。必须交代的另一面，中国官方从未承认此事。大陆有学者反驳说，谢觉哉日记里也有禁绝鸦片的记录，认为特货另有所指，这是史学争议地带。我把2边都告诉你了，证据的分量
你自己掂量。不管你信哪边，有一件事没有争议，1941年之后，边区财政确实活过来了，而且活得相当滋润，钱的窟窿堵上了。这是伸向鸦片的那只手，另一只手这时候正伸向每个党员的脑子，因为对这个党来说，钱的窟窿好堵，人心里的窟窿才要命。人心里有什么窟窿？2个字，不信。这个党不信自己的党员，这份不信是有来历的。还记得4·12之后接的那笔账吗？5万党员跑了，叛了大半。这个党从那天起就认定和平时期涌进来的党员靠不住。现在同样的问题以100倍规模回来了。抗战几年，党员从几万暴涨到几十万，尤其是延安涌进来几万名热血青年学生，从西安、重庆、上海一路投奔革命圣地。在你我看来，这是人心所向；在这个党的保卫系统看来，这是几万个来历不明的人。谁能保证里面没有国民党特务？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名义上这是学文件、反教条的思想学习。到1943年，它露出了真正的形态，2个词：审干、抢救。审干就是审查干部，把每个干部的老底翻一遍，查你入党前干过什么，和什么人来往过，经不经得起怀疑，查出问题怎么办？那就要抢救了。这个词什么意思？往下看，主持人康生，中央社会部部长，特务系统的头子。导火索是一个19岁的年轻党员张克勤，他被怀疑是特务，7天7夜不许睡觉，车轮审讯，第7天他崩溃了，按审讯者的提示坦白，甘肃地下党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一个孩子的假口供成了一场运动的总开关。顺着这个逻辑，康生宣布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的简称来的地下党大批是红旗党，打着红旗反红旗，那几万名投奔延安的青年人人有嫌疑。1943年7月15日，康生做报告，题目起得很温柔，抢救失足者。抢救什么意思？你已经失足成了特务，坦白就是被组织抢救。数字最能说明疯狂的程度，而且这个数字是康生自己在政治局会议上报的功。单在延安19天揪出特务1400多人，军委的电讯学校，全校200多人，抓出170多个特务。延安警卫团就是保卫党中央的部队，被抓的比例超过全团80%。保卫毛泽东的警卫团80%是特务，这话谁信？没人信，但没人敢说不信，因为质疑抢救运动本身就是特务行为。有没有用刑？听当事人的师哲，毛泽东的俄文翻译，亲历者。他的回忆1980年代在大陆公开发表。他回忆康生开会讨论审讯条例，有人反对刑讯逼供，康生发脾气，原话：不用刑，那怎么审讯？对比一下12年前的江西 1.0 版本是怎么审人的？往指甲里钉竹签，用火烧，全套刑罚120多种，杀了7万人。2.0 版本呢，刑还在用，但主力已经不是刑了，是会、规劝会、坦白会、批判会，全单位停工，几百人围着你一个人，喊口号，车轮发言，昼夜不停。你不坦白，会就不散。你的朋友为了自保揭发你，你的妻子被动员跟你划清界限。熬到最后，绝大多数人选择编一个特务经历，因为坦白了就能回到人民怀抱。杀的人比 1.0 少多了，但每一个经历过的人，灵魂都被拆开重装了一遍。经此一役，每个党员都学会了同一件事：在组织面前，你没有隐私，没有委屈，甚至没有事实。组织说你是什么，你就得是什么。听了你可能没太大感觉，下面讲一个人的事。王石卫，作家，1937年投奔延安。1942年，他写了篇杂文《野百合花》，登在延安的报纸上，写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他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伙食分3等，衣服分颜色，首长有小灶，青年病了喝不上一口面汤。就这么一篇文章，他被定为反党集团头目，开除党籍，关押。这一关就是5年。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机关撤退，王石卫被就地处决，不是枪毙，是砍杀，尸体丢进一口枯井。44年后，1991年，官方为他正式平反，不是特务，是冤案。人死了44年，一纸平反。这就是 2.0 机器的完整产品说明书。它不但能筛掉真特务，如果有的话，更重要的是，它让每一个活着的人看清了说真话的下场。运动怎么收的场？1945年，毛泽东在大会上向被冤枉的人脱帽鞠躬，道了歉。错误是有的，都是下面执行扩大化了。扩大化
官方用词翻译过来就是抓多了，抓过头了。然后同一年，中共7大召开，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成为全党指导思想。到这里，这套控制人的办法算是彻底练成了，不用杀多少人就能让100多万党员没有一个敢说不。这套办法他以后还会一用再用，这是后话。但这套办法还缺一块，我到现在都没讲，可能是全片最魔幻的一块。把时间拨回坦白会开得最凶的那2年，延安的窑洞里，几百人围着一个人昼夜逼问。而同一时期，千里之外的重庆，这个党办的报纸《新华日报》正在连篇累牍地谈论一个词：民主。不是偶尔谈。1944年7月4日，美国独立国庆日，《新华日报》发社论庆祝，标题：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1945年7月4日再发，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1946年7月4日第3年接着发，祝贺美国国庆，连续3年给美国过生日，歌颂美式民主。同一份报纸上还有大量社论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言论自由，保障人权，还政于民。这些文章后来被一位大陆学者校署结集出版，书名起得很克制：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本书1999年在大陆出版，然后呢，很快被禁了。一个政权把自己当年的报纸社论列为禁书，这件事本身比社论内容更能说明问题。光报纸上写还不够，延安还把客人请进来看。1944年夏天，中外记者参观团到了延安，紧接着美军观察组进驻。客人们看到了什么？纺车、梯田、军民一家，官兵平等。毛泽东穿着补丁裤子接待客人，谈民主谈得恳切动人。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把观感写进了给华盛顿的报告，这些报告后来收进了美国国务院的官方档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这套档案专收当年的外交电报和内部报告，过了保密期，解密出版。全世界研究外交史的人都拿它当第一手材料。记住这套档案，下一段他还会出场。谢伟思报告里的观感大意是：我们来到了一个和国统区完全不同的中国。客人们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下榻的窑洞几里地外，抢救运动的坦白会几个月前刚刚散场，1400个特务还在等甄别。接待的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欢迎的标语挂得整整齐齐。同一个延安给自己人开坦白会，给客人开参观会，把这3样东西并排放在一起看，窑洞里的坦白会，报纸上的民主社论，参观团眼前的模范延安，你就看到了1943年前后这个党的完整形态。对内坦白会开到深夜，一篇杂文换一条命；对外社论写得情真意切，民主自由不离口。塞灵魂的和许民主的是同一个指挥部，这不是精神分裂，这是分工。对内那套生产服从，对外这套生产同情。国统区的学生、教授、记者、中间派乃至美国的外交官，很多人就是读着这些社论把票投给了他。到1945年夏天，盘点一下这台机器，钱有了灰色渠道，人筛过了一遍，领袖完成了加冕，话术内外2套各就各位，万事俱备，只差一个风口。1945年8月8日，这个风口来了。这一天，莫斯科对日本宣战。莫斯科为什么挑这个时候对日本动手？因为日本已经是个快断气的病人了。这事得从4年前说起。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把美国炸进了战争。这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蠢的决定。一个资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工业化岛国，主动招惹了全世界工业产能第一的国家。往后4年，美军在太平洋上一个岛一个岛地碾过去，日本的军舰沉光了，最能打的部队打没了，本土的城市一座接一座被烧成白地。1945年8月6日，广岛，美国投放第1颗原子弹。8月9日，长崎第2颗。就在长崎挨炸的同一天凌晨，150万苏联红军1945年8月9日凌晨3个方向同时跃进，碾进中国东北。盘踞东北14年的日本关东军早已被太平洋战场抽干了精锐，1周击溃。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年抗战就这么突然结束了。全中国都在放鞭炮，而国共2党的电报机都在超负荷运转。双方都明白，日本人留下的真空，谁先填进去，谁就赢下半场。这个时刻的中共同时演出了2场戏，我们一场一场看。第一场戏，在重庆聚光灯下，蒋介石连发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事。全世界都以为毛泽东不敢来，
8月28日，毛泽东的飞机落地重庆，舆论轰动，诗人柳亚子称之为弥天大勇。谈判桌上谈了43天，谈出一纸双十协定，和平建国，避免内战，政治民主化，气氛好到什么程度？人民网的政协新闻网自己看过一篇文章，标题就叫重庆谈判很凶险，毛泽东高喊蒋委员长万岁。文中记载，谈判期间毛泽东2次高呼这个口号，当时的大公报也报道了他在建行宴会上的演说，原话：我们要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建立独立、自主、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第二场戏，同一时间，在北方没有灯光，毛泽东人还在重庆的谈判桌上。延安的电报已经发往各根据地。8月下旬起，中央接连指示，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去东三省。9月中旬，随着谈判正在进行，中共确定了8个字的战略方针：向北发展，向南防御。10几万部队和2万名干部，海陆、陆路日夜兼程扑向东北，一边举杯喊万岁，一边全军向北跑。哪边是真的？两边都是真的，这才是高手。谈判本身就是掩护，协定签不签都不亏，时间才是抢手的东西。那么为什么是东北？3个原因。第一，东北是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日本人经营14年，重工业底子全国第一。第二，也是最微妙的，东北没有国军。这里要先交代一个背景，打日本的这场世界大战里，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是一个阵营的统称盟军，日本投降是向整个盟军投降，投降的规矩由盟军统一定。其中一条，在中国战场，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的军队投降，共产党的部队不算受降方，这是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统帅定下的。但这条规矩在东北失灵了，因为东北的日军不是被国军打垮的，是被苏军打垮的。他们放下武器，交枪的对象是苏联红军，而苏联红军背后站着的是苏联共产党斯大林的党，莫斯科的党，也就是给中共发了20多年经费，当了20多年上级的那个总部的党。换句话说，东北这块地上收日本人枪的是中共的老东家。于是就有了第3个原因。美国国务院有一套官方档案，叫《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专门收当年的外交电报和内部报告，过了保密期就解密出版，全世界研究外交史的人都拿它当第一手材料。这套档案里白纸黑字记录了美方当时的判断，苏军占领东北期间，中共部队进入该地区以及他们获得武器的过程得到了便利。什么武器？日本关东军留下的陈仓库的枪炮弹药。这还不光是美国人隔岸的判断，当事人自己也认账。第一批率部闯进东北的中共将领叫曾克林，沈阳日军的武器仓库就是他的部队在苏军眼皮底下接收的。这段经历他后来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书名叫《戎马生涯的回忆》，解放军出版社出的，解放军自己的出版社，白纸黑字。苏军给的方便还不止于此。到1946年3月，苏军统帅马利诺夫斯基一边顶着蒋介石的一再催促拖延撤军，一边秘密通知中共部队跟在我们后面进城接防。说到这里，先把一个误会堵住，别以为斯大林是一心帮中共打天下的活雷锋，他不是，他是两头下注。先说他为什么出兵，这不是临时起义，是提前收了定金的。半年前，1945年2月，美英苏3国开雅尔塔会议，罗斯福为了让苏联对日参战，把旅顺港、大连、中东铁路这些中国东北的权益许给了斯大林。注意，这是3个外国在分中国的东西，而这笔买卖中国政府事先不知情，是事后被通知接受的。所以你看，同一个斯大林的操作，8月跟国民政府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纸面上承认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这个条约，就是雅尔塔那笔买卖逼着中国补签的收货单。11月又要求中共退出东北大城市，桌面上跟蒋介石做生意，桌子底下给毛泽东留门缝。他的每一步都只为苏联自己服务。真正的看点在中共这边，苏联政策每摇摆一次就露出一道缝，而中共把每一道缝都吃干抹净，让进城就进城，让退就退，到中小城市和农村扎根。等你苏军真撤了，我人就在门口。还有一件双方都不爱提的事，日本占领东北那14年，扶植过一个傀儡政权，叫满洲国，他手下的军队，中国人叫伪军，伪就是假的、汉奸的意思。中共的宣传里痛骂国民党收编伪军，骂归骂，这几十万原满洲国部队
同样被中共大量吸收进了自己的队伍。这不是野史，西方学术界有专门的研究，考证的就是这批人怎么从伪军变成人民解放军的。兵员、武器、地盘三样凑齐，效果是这样的：抗战结束时，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约11万人，到1948年春，官方战时口径，东北解放军153万，其中野战军70万，2年半，11万变153万。全中国没有第二支军队有这个膨胀速度，因为全中国只有这一块地方，武器成堆，政权真空，还有苏联在旁边明着党国民党，暗着帮共产党。同一时期的国民党在干什么？在接收东北，接收所有沦陷区。这2个字后来在民间变成了另一个词，接收。沦陷区的老百姓当了8年亡国奴，日夜盼着政府回来。政府回来了，回来的接收大员，第一件事是抢占敌产，房子、车子、票子、金子，再加一样，女人。当时老百姓给起了个名字叫五子登科。华北民间还流传一句更扎心的：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8年积攒的民心几个月就败光了。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还记得新华日报吗？正等着这些素材下锅。你看，这就是你们盼的政府。换一个试试。顺带交代一下，这段时间美国在干嘛？美国派了一位5星上将马歇尔来华调停，想撮合国共组联合政府。调停1年多，停战令签了撕了签。1947年初，马歇尔认输回国。看清这个对比，美国不愿意下场替蒋介石打仗，只肯调停。这里要说清楚，美国不是没帮蒋介石，帮了，而且下了血本。战后1年不到，美元7个多亿美元，军舰、飞机，帮着把整军的国军往华北、东北运，枪炮装备了20多个师，还派了顾问团帮着练兵。但帮忙有2条底线。第一条，杜鲁门早就公开声明，支持归支持，美国不派兵掺和中国内战，枪给你，人不来。第2条更绝，帮你还要管你。调停调到1946年夏天，蒋介石越打越起劲，马歇尔火了，反手对他搞了10个月的武器禁运。没错，你没听错，内战打到一半，头号盟友把军火闸门关了10个月。这个格局对蒋介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东北这一仗他只能靠自己，靠山是指望不上了，指望得上的只有手里的家底。而他确实看懂了东北的分量，这块地丢了，共产党就有了完整的工业基地和100万兵员，往后再想剿，就不是剿匪，是两国交兵。所以他把家底压了上去，全军最精锐的部队，美式装备的王牌军，成建制的往关外调。国共在东北从1946年打到1948年，越打越大。但蒋介石不知道的是，这场仗还没开打，他就已经输了一半。他的作战计划在送到前线将领手里之前，先送到了延安。作战计划怎么会先到延安？别急，先看另一件事。这2件事，一件发生在蒋介石的会议室里，一件发生在千百万个村庄里，他们是同一盘棋的2只手。先看村庄这只手，内战一开打，双方拼的是什么？说到底3样：兵、粮、民夫。民夫就是帮部队推车、运粮、抬伤员的老百姓，这3样都长在农村。谁能把农民动员起来，谁的仗就打得下去。国民党动员农民的办法都没怎么变过，抓壮丁、征粮，农民对他的感情你可以想象。共产党的办法完全不同。1946年5月，中共发出5.4指示；1947年10月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一句话：废除封建性土地制度，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平分土地。对一个几千年来做梦都想有块地的农民来说，这4个字的吸引力超过世界上任何主义。如果土改只是分地，那它就只是个经济政策，但它不是。它的标准流程里有一个必备环节，斗争大会。流程是这样的：工作队进村，先访贫问苦，把最穷的人组织起来，然后开诉苦大会，动员贫雇农上台，控诉地主的罪恶。情绪烧起来之后，斗争升级，游街、吊打，直至当场打死。地主的土地、房屋，加上粮食、牲口、衣物，这些能搬走的家当，当时叫福财，当众分掉。杀了多少人，给一个学者的考证数字。历史学家杨奎松研究这段历史的权威，他依据各根据地的报告统计，仅1947年4月、5月到11月半年时间，各根据地打杀地主的数字是25万人。注意范围，这是半年，是不完全统计。有人会问，分地就分地，为什么非要见血？问到点子上了。
见血恰恰是这套设计里最核心的功能。在很多地区，工作队明确要求凭顾龙亲自动手，你分了地主的地，又亲手打死了地主，从这一刻起，你和这个政权就绑死了。为什么？因为国民党军队一打回来，跟着来的是地主的还乡团。还乡团干什么？反攻倒算、挖眼、活埋，加倍偿还。你退无可退，保住命的唯一办法就是共产党赢。于是儿子送去参军，粮食推着小车送前线。淮海战役后来有句名言，说胜利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这话是真的，但他没说全。推小车的人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回不了头的人，分地给了农民盼头，血债断了，农民退路，一手给糖，一手递刀，糖和刀一起下肚，这就是血债绑定。兵员、粮员、投名状，投名状是古代土匪入伙的规矩，先见血，从此回不了头，一个斗争大会全解决。这只手绑住了几百万双推小车的手，现在看另一只手，它伸进的地方是整个国民党的心脏，伸进心脏的不是刀，是人。下面挨个介绍，注意，接下来说的每一个人都不是什么海外爆料，他们全部是中共建政之后自己公开表彰，写进官方党史，拍成电视剧的英雄人物。也就是说，这部分内容的信源是他自己发的勋章。第一位郭汝瑰，职务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作战厅是干什么的？制定全军作战计划的地方。也就是说，国军几百万部队仗怎么打，兵怎么调，方案出自此人之手。而他是中共的地下党员。什么叫地下党员？就是身份完全隐藏的党员档案上、履历上、同事眼里，他是根正苗红的国民党军官，黄埔毕业，深受器重，一路高升。实际上他早就秘密入了共产党，单线联系，除了接头的人，全世界没人知道他是谁。这样的人潜伏下来，不搞破坏，不发传单，就干一件事，往上爬，爬到能看到机密的位置，然后把机密送出去。郭汝瑰爬到了什么位置？他亲手制定的作战计划，一份送蒋介石，一份送延安，有时候延安那份到得更早。刚才那个问题，蒋介石的作战计划怎么会先到延安？答案就是这个人。1980年，他恢复中共党籍，身份公开，官方为他出传记，立传扬名。第二位刘斐，职务国防部参谋次长，参谋系统的二把手，同样身处作战决策的核心圈。淮海战役，国共的战略决战，国军的兵力部署，毛泽东比前线的国军兵团司令知道的还早。第三位熊向晖，职务胡宗南的机要秘书。胡宗南，蒋介石的头号心腹将领，手握几十万精锐。1947年3月，胡宗南闪击延安，计划绝密，结果部队还没出发，作战方案、兵力、日期已经放在毛泽东桌上。国军浩浩荡荡开进延安，占领的是一座提前测空的城，人、粮、文件搬得干干净净。蒋介石对外宣传攻克共匪老巢，实际抱回一个空罐子。毛泽东后来给熊向晖的评价，官方文献反复引用8个字：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第四位沈安娜，职务国民党中央核心会议的书记员。从1938年起，蒋介石主持的最高层会议很多就是他做的记录，这一记了10几年。会开完，记录整理2份，一份归党，一份送中共。他后来获得的官方表彰里有一个称号，起得非常传神，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把这4个人放在一张图上，你看到了什么？作战计划的制定者，作战部署的知情人，头号将领的机要秘书，最高会议的记录员。一句话，蒋介石开会研究怎么打共产党，做记录的人是共产党，这仗还怎么打？国军在明处，每一步都被看着，共军在暗处，牌全摊在自己桌上。最后还有一位压轴，但这一位我要换个讲法，因为证据的性质不一样。季曹鼎，经济学家，国民政府高级财经官员，深度参与了1948年金圆券改革的决策。金圆券是什么？国民党财政崩溃后发行的新货币，强制老百姓用金银外汇兑换，10个月后彻底崩盘，无数城市家庭一夜之间积蓄归零。国民党在城市里的民心就是被金圆券这把火烧光的。季曹鼎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一点没有争议。他后来的官方讣告白纸黑字。有争议的是另一点，金圆券这剂毒药，他是无能开错了方子，还是故意开的？陈立夫，国民党的组织大佬，晚年回忆里留下一声叹息，说是用错了季曹鼎。我不替你下结论，
我只提醒你一个常识，金圆券的崩盘根子是国民党自己打仗花钱太狠，加上内部腐败横行，收不抵支。腐败横行这4个字不是我说的。1952年败退台湾之后，国民党在台北开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以总裁身份向全党做检讨。这段讲话后来收进了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自己编的一本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注意，国民党自己编的书，原话是：这次大陆反共军事的悲惨失败，并不是共军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足够打败我们国民革命军，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本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彻之所致。连苏家自己都把账记在了自己头上，所以就算没有记抄底，这套财政也撑不了太久。卧底不是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准确的说，国民党是自己先垮的。卧底做的事是让他垮得更快，输得更惨。一个健康的政权出几个内奸伤不了根本，一个烂透的政权才会被几个内奸捅穿。这个道理不光适用于卧底，土改能绑住农民，苏联肯递枪让路，说到底吃的都是同一个红利，对手再烂，主要在于国民党自己把自己玩死了。好，道理讲完了，回到战场。时间来到1948年秋天，盘点一下双方手里的牌，农民绑上了战车。国民党的最高机密在共产党那边全是名牌，东北的兵力对比已经倒转，国军在东北只剩几座孤城，其中最大的一座被围了。围城的命令很简单，就一句话，这句话的原文出现在解放军自己出版的书里：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军困死在城内。接下来的5个月就是执行这句话。执行这句话的方式叫卡哨，主要是指设在边境、交通要道或特定区域的关卡与哨所。1948年5月，东北野战军10万部队包围长春，城里是郑洞国率领的10万国军，还有几十万来不及逃走的市民。围城部队在城外挖了壕沟，拉起封锁线，50米一个哨位。命令的内容前面练过了，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粮食进不去，这是围城的常规操作，古今中外都一样。长春的不同之处在于另一个方向，人也出不来，城里很快断粮，守军还有存粮，先饿的是老百姓。6月起，市民开始成群结队往城外逃，守军巴不得他们走，少一张吃饭的嘴，于是把人放出城。然后这些人走到了围城部队的封锁线前，封锁线不放行。放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城里减轻粮食压力，守军能多撑几个月。围困战的逻辑冷酷但清晰，城里的每一张嘴都是压垮守军的砝码。于是几十万平民被夹在了2道线中间，守军的城防线和围城军的封锁线中间那条几公里宽的无人地带，当时有个名字叫卡空。出城的人回不去城，也过不了线，就滞留在卡空里，吃光了随身的粮食，就吃野菜吃草，然后成片地饿死在里面。这不是后人的控诉，是围城指挥官们自己写给上级的报告。1948年9月9日，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首长给毛泽东和军委发了一份报告，汇报围城情况。报告里描述了封锁线前的场面，饥民聚在哨卡前哀求放行，跪成一片，有人当着哨兵的面上吊，部队往回赶，守军再往外赶，两边都不收容。这份报告的原文收录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雪白雪红》里。再说一遍，解放军自己的出版社围到10月，城里守军先撑不住了。10月17日，守军里的60军，一支从云南调来的部队整军倒戈，掉头加入了围城一方。10月19日，郑洞国放下武器，死了多少人？这是整段历史最沉重也最模糊的一笔。我把几个数字从低到高摆给你，每一个都注明来路。最低的数来自中共任命的首任长春市长上传道，他的回忆文章写，进城后统计市民因恶病而死的约12万人，这是官方口径的下限。第二个数不是统计，是市政府自己的户口账。长春市志记载，1948年上半年长春人口61万多，10月19日一手时17万9千，中间差出了40多万人，去向包括突围、逃出、被收容以及死亡，各部分各占多少，市志没有细分。更高的估计来自研究者和幸存者，有说30几万，有说更多。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里给出的区间是10万到65万。长春一守2周后，辽沈战役收官，东北全境归共，紧接着淮海、平津3大战役。
100日之内连环落幕，国军精锐损失殆尽。1949年4月，100万大军渡过长江。顺带说一句，这支越打越多的军队的陈设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士兵，几个月前还穿着国军军装俘虏过来，开个诉苦会，调转枪口接着打。官方战士管这个叫即俘即补，管这些人叫解放战士。两边的兵本来就是同一批中国人，同样一个人，昨天在国军里当兵是等死，今天换身军装就敢冲锋，人没变，变的是哪边更会管人，更会用人。4月23日，南京易手，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败局再无悬念，败局已定。蒋介石干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搬家，人先走，军队、官员、家眷，来不及细想的平民，前前后后约120万人跨过海峡去了台湾，东西比人走得还早。1948年12月1日深夜，上海外滩，中国银行的大门悄悄打开，一队苦力挑着扁担出来，扁担两头全是金条，搬了整整一夜，装上海关的缉私舰，直奔台湾。这一幕正好被住在隔壁和平饭店的一个英国记者从窗口撞见。第二天见报，上海炸锅。此后半年多，黄金分批一船一船的运了多少？台湾央行自己的档案是290多万两。经办运金的军需署长，他儿子吴兴庸，后来根据父亲日记和两岸档案写了本书，叫《黄金档案》，考证是350万两上下，再加上银元和外汇，总价值折合黄金约700万两，还有故宫的文物精品将近3000箱，70万件也上了船。这里最扎心的一笔，你可能已经想起来了，这批黄金里有上百万两，正是几个月前金圆券改革时从老百姓手里强制收兑上来的。老百姓拿船家的金子换了纸，纸变成废纸，金子上了船去了台湾。那为什么共产党不拦？不是不想拦，是拦不住。这时候的解放军，陆地上100万大军，海上一条军舰都没有，天上一架飞机都没有，船队一批一批开走，岸上只能看着。家底搬完，国共内战结束，中共取得胜利。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北京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对着麦克风宣读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然后他按下电钮，广场上新国旗第一次升起。到这里，视频的最后，我说一件事，这可能会让很多中国人震惊。中国的国号当年讨论过另一个方案，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定稿的时候民主2个字被删掉了。官方的解释是，有人民就不必再有民主。民主这个词，中共执政掌权前用的可不少。1945年，他在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写，一党专政是反民主的，与民主政治不能并立。1946年又写，不结束党制，不实行人民普选，所谓民主只是空话。这些社论后来被收进一本书《历史的先生》，这本书在他执政的中国是禁书。还是1945年，延安的窑洞里，教育家黄炎培问毛泽东，历朝历代，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你们打算怎么跳出这个循环？意思是每个王朝起来的时候轰轰烈烈，亡的时候说完就完，几千年了，没有一家逃得掉。你们共产党打算怎么跳出这个循环？毛泽东的回答，官方文献引用至今，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民这个词后来无处不在，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人民银行、人民法院、人民日报。至于人民本身，1949年之后过得怎么样，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深有体会。最后把毛泽东在窑洞里那段话的后半句补完，他当年是这么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人亡政息这4个字是毛泽东自己说的，不走民主这条路，政权是要跟着人一起死的。这不是我的警告，是他自己创始人的警告。这个警告今天还挂在他自己的党史网站上。中国必须结束中共一党专政，个人独裁，走向宪政、法治、自由、民主，否则就是人亡政息。